在这歇会儿吧。哎，老雷，我去打点水啊。王不义，哥，你看，王不义，你小子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在索王爷那儿吗？啊？索王爷从囚犯营逃出去了，被箭射死了。我这无依无靠的，你们带着我吧。凭什么带你啊？兄弟，索王爷的人还有好人吗？哎，带上他吧，他从宁古塔活着逃出来也不容易。谢谢，顾爷。中堂大人，刚刚换班的几位大员刚从关外回来，一见着我，就向我打听，说都好些个日子了，北远会议商议的那些个事情，怎么没下文了？这还没到清明呢，就着急送豌豆黄、芸豆糕啊？能不惦记吗？下狱的10大臣当中，有几位巡抚跟咱们兵部的交道非同一般，这往来的银子也绝非车载斗量。他们要是在狱里熬不住了，全给吐出来，那咱兵部的几位官员也就成了刀俎之肉了。早知道是今天这个局面，金殿验鸟之前就该动手。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孙家淦去了山东，他要真请回刘统勋来，这刘统勋再插手10大臣的案子，那咱们可就本是一局掌中盘，偏偏蹦出了孙家淦。看来不下一局狠棋吓唬吓唬他们是不成了。本中堂从来不跟你们玩花火，要玩我就玩绝活。这个“绝”字从我的嘴里边一溜达出来，你们的命可就绝了。葛老师说了吧？哼，看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。刀手，有，开闸！中堂，哎，中堂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啊！你们都给我听好喽！刀斧手现在铡刀一落，你们就身首异处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都老实交代了吗？交代了。还有没有没说的？没了。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，哪怕你们喊破了嗓子，也得给我说明白了。还有没有啦？没有了。大人饶命刀斧手，有。松闸，松闸。这群只识钱财、贪生怕死的废物，我就不信铡刀封不上你们的嘴。这么说起来，
该招的，他们都招了，都招了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这铡刀地下，倘若他们还不说实话，那他们就不是人，是魔鬼。皇上，实则他们比魔鬼更可恶。仅验了一案而犯下的欺君之罪，他们就该死成100回。告知三法司，不要再拖了，尽快结案。这这个地方就是省界了，咱们就在这分手吧。我得回趟江西，去杜家庄看看我哥。我也得走了，我要去淮安，查我父亲10年前的冤案。你们俩都走，我去哪儿？那2个司官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回钱塘，当你的皂吏。当皂吏没事儿，当大牲口我也认了。我舍不得你走，我也舍不得我老婆走。舍不得我走，舍不得你老婆走才是真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回钱塘找你。那你呢？你走了还会回来找我吗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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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谷山，这一路上，夫妻2字，我一直没有说出口。现在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，你别难过。我难不难过是我的事儿，你说吧。我这辈子最疼我的就是我父亲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付出。我这趟去淮安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我还会去好多地方。这一路上一定特别艰险，能不能回来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。这个还给你，拿着。你想赖婚呢？不是赖婚，是退婚。行，那我留着他也没啥用了。扔了！哎，喂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哥。给我，给我！做事情总是那么不讲后果。在宁古塔周老先生的坟前，我是你们俩成婚的见证人。大扇子，这双桌可以承担。可这夫妻不能分离呀，兄弟，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哥，好好的。小心点儿。放心吧。你也要走了吧？哎，没什么话留给我啊？
陪不了父亲一辈子。像谷山这样的男人，如果带你去钱塘的话，父亲觉得此生无憾了。大山上，我来宁古塔8年，我偷偷盯了你8年，就整整磨了他8年。你就是我的念想，人有了念想，就好活了。五爷，这儿呢。姑爷，你怎么没走啊？我无依无靠的，只能赖着你了。2个人也好，一块走吧。哎，姑爷，干嘛？不是咱俩，是3个。还有我呢。他是谁啊？他是……你问他还不如问我。你是谁？我叫小放生，本姑娘满天下到处跑着玩，饿了就吃百家饭，渴了就喝百山泉，明白了不？本姑娘就是一江湖游侠。哎，敢问游侠哪里人呢？人在江湖不问来路，走吧，我还能保护你们。我说带你走了吗？拿着吧，还能当拐棍使。走啊！走啊！50两一个，关注银锭，总共300两。能让你换个字了吗？换字就是换命。您和您的主子能把命给换回去，这不假。可我侯祖本的命呢？这事儿要是露馅儿了，我还能活命吗？我侯祖本能在户部这口大米缸里吃皇粮，我容易吗？这事儿要是栽了，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从验粮到上报户部，然后再奉旨将粮出仓赈济，再加上来回传旨接旨，安排州县雇佣车马，招募义工，还要等到开运天气，这么折腾下来，少说也要1、2个月。到那时，从两广买回的粮食早就进粮仓了。后主事，只要是验粮之事，不出差错，就万无一失。您和您的主子都是户部的人，下官也知道，您是铁公南大人保举的外放官员，您能当上这个山东清吏司郎中，委实不易。而铁大人平时对我也不薄，可这事儿要是闹讲出来，恐怕铁大人跳进黄河也得洗刷一番。能不能洗清，还真是不好说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验仓不出差错，就万事大吉。你既然是奉旨验仓，我当然不会让你草草了事。我不但让你响响亮亮的验，还会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的验。哦，莫非纪大人有了万全之策？当然有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可据我所知，这朱城是刘统勋大人的乡里，此事他要是插手，恐怕再精妙的手也逃不出他的眼睛。
实话说来，我对刘统勋大人敬仰之至，唯恐追随不及。可在仓场这件事上，我要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真是觉得对不起刘统勋大人这一向圣贤。可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将错就错，豁出去了。颜良之事，我会设法挡住刘统勋的眼目。哦，这你也想到了。诸位，诸城官仓今日奉旨验粮，已万事俱备，只等侯大人发验仓之令。今日验仓，章程你可知否？回大人，知道。本仓有仓坳48座，分甲、乙。站住！哪来的小丫头？这是官仓，粮轮不上给你吃。将粮仓既然不让过，咱们走吧。从甲仓开始运到这儿的验粮台来开验，依次到丁仓验完，验完一车，归仓一车，到丙仓验完粮食，以确保每粒粮食都在侯大人这个位身上的法眼中。原来验仓就这么验啊，真没意思。验仓应该到粮仓里去验，怎么把粮食搬到车上，再拉到大门外啊？大家都看到了吗？大好道府，8千。乙仓第9车起验，8000。王木易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？这就一辆车进，一辆车出的，也没什么名堂。现在已经50多趟车进大门了，就这5个人在拉。真是啊。待着，我去仓里看看。哎，吴爷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别这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！啊！站住！刘统勋大人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刘大人，快，把刀收起来！刘大人，怎么回事？为何要追杀他们2人？启禀刘大人，这2人私闯官仓，他们有一个同伙，现已被捉拿。你竟然敢捉拿古爷！古爷？你说的古爷是谁啊？您不知道宁古塔吧？那我告诉您，古爷是从宁古塔回钱塘的爷。他叫古山，对不对？哎，您认得我们古爷啊？你要是认得他，就应该帮我把他救出来。哎呦，这丫头，你瞅瞅你的身上，又是火铳，又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唐子琪，外号叫……我知道了。你父亲是浙江巡抚唐思训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曾跟你父亲同朝为官，我还知道他有一个丫头，啊，跟野小子似的，叫小放生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小放生，你爹是巡抚大人啊？没你事。这位爷，
那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刘统勋大人，对吧？正是我。我问你，古山没告诉你，他从宁古塔到山东诸城来，是来拜访他的老师来了？没错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啊，那既然您是他老师，学生有难，您总不能不救吧？对对对。你们能告诉我，是谁把那位叫古山的给抓起来了吗？小的们只是奉季部郎之命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季恒业，你说，你是哪儿来的？啊？为什么私闯官仓？说，慢。刘大人，什么事把您给惊动了？古山，季大人啊，你手臂上的伤如何？啊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秦姨，把治伤的药给他。是，不能给，他是坏人。你闭上你的嘴。啊，谢谢大人。季大人，古山曾是我的学生，无论他犯了什么罪，我都脱离不了干系。把他交给我，我带回去细细盘问。把古山放了，让刘大人带走。季大人，不能放啊！如果要放了他，那朝廷要是怪罪下来，咱们怎么办呢？由我顶着。把古山放了。哎，放人。是。顾山，学生顾山拜见恩师刘大人。顾山，起来。顾爷，轻点。慢点。哎呀！顾山，哎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，哪有在粮仓外边验粮的呀？这一看他们就很有问题，我就自作主张跑进去了。马车没有去仓，而是径直往官仓的后门驶去。我在车底下看明白，这5辆运粮车没有进仓运粮卸粮，原封不动的在大门和后门之间来回绕着圈儿。每绕一回，举一支粮食进仓的签牌，在这些绕圈马车上，粮袋里装着的竟然不是稻谷，而是沙子。我突然想到，这座诸城官仓会不会是座空仓？你是说，粮车上粮袋里装的不是稻谷，是沙子？是沙子。以为皇上速贪，只是权宜之计，画了一张虎皮吓唬一下人而已。皇上打贪，是为了清君侧，除异己，立帝家之威。也不知孙家干到了山东，能不能把刘统勋给请回来？倘若你给他送去的铁靴子，他能穿上的话，他这条腿就可以载入史册了。延庆啊，临行前，皇上把我叫到跟前儿，给了我这双铁靴子，让我亲手交给你。皇上说，你刘统勋在皇上眼里，仍然是一匹阵前的战马。秦爷，听到了没有？皇上既然认定我刘统勋还是阵前之马，那在需要我披挂上阵之时，我一定在大殿上穿着它，发出铁蹄的响声。好啊，皇上就等你这句话呢。西宫啊，好一双铁蹄呀！你回到钱塘以后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尽快查清当年钱塘掘地案的实情。若有进展，
要及时告诉老师。老师的话，学生记住了。老师，我在宁古塔8年，见过不少服刑罪臣，可据我所知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受冤枉的。臣分3类：功臣、罪臣、冤臣。你在宁古塔待了8年，碰到一些冤臣，有什么可稀罕的？相信朝廷一旦查清之后会开始的。老师，我说的这些人，再无可能开释了。你是说他们死在了宁古塔？举例说来，刑部律例馆转修官周福天。周福天，这是先帝雍正爷御批的案子，要想翻案谈何容易？这个事儿放再说，先把你和杜潇的案子搞清楚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想起提周福天的事了？我娶了他的女儿大扇子。哦。顾山，给大扇子捎句话，就说我刘统勋说的：“父有冤，女来申。”刘大人，父亲，你看季恒业季大人。季恒业。你完全可以逃跑，为何又现身跪在这儿，非要让我带你去京城？驻场官仓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又见您从官仓带走了一袋沙子，卑职虽然逃跑了，可是也清楚，必然难逃一死。既然早晚得掉头，还不如我自己把脑袋递给皇上。我给自己带上这副36斤5两重的甲板。季伯郎，来求您把我一同捎走。你能自己带家归岸，说明你良心未泯。我知道要将诸城这么大一座官仓弄成空仓，光凭你一个人办不到。告诉我，是谁在指使你？山东巡抚撒哈亮。撒哈亮。他可是金殿夜鸟案中下狱的10大罪臣之一呀！难道他早就在干这种欺瞒朝廷的事了？已经干了3、5年了。户部要查仓的通知下到清吏司后，我越想越害怕，就拿出了自己历年的俸禄和侵他的银两，还将一帮狐朋狗党平日侵贪的赃银给逼出了3000两，派人上两广买回2500担粮食，补粮进仓。可没想到，戏一开始就演砸了。那从两广买下的粮食呢？我已收到急报，不日粮食就能运到山东。季伯郎，你干了一件有良心的好事啊！说山东诸城官仓有蹊跷，不是蹊跷，是鼠灾。你有何证据？这些都是季恒业行贿本官的证据，全都在这儿。好，一会儿见了副都御史，还望侯大人详说。当然。请。这大冬天的，怎么还打起雷来了？本堂今年已在遇灾之省收5主荒田，共计3700顷。明年卖出之后，可有白银20万两进账。云南乡民开办的16家铜矿，已有12家归入咱们寸土堂名下，可产精铜9000担。哎，对了，铁公子，
这扬州盐运使乔大人送来食盐2000银及名帖1份，想约您呐，在晴天楼一块吃顿饭。你去转告他，你说这寸土堂啊，寸土寸金，房檐还矮，盛不下他这2000的引盐，让他找别人吃饭去。是。公子，户部主事侯祖本从山东查仓回来了，说是有事求见，见是不见？本堂的耳报已送来消息，这山东官仓出了案子，他肯定是为了这件事而来。行，就给他个活命的法子。走。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奴才张六德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张六德，朕听出来了，你这嗓子眼里面含着一个喜字，是不是？皇上啊，今儿个天上打了2个响雷，又下了一场透雨。刚才皇后娘娘说，这老天爷是给谁带来喜讯了？是不是？这奴才就捎话来了。山东巡抚刘统勋在午门外等候传见。你再说一遍。山东巡抚刘统勋在午门外等候传见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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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！快点！这要去迎接刘爱卿，快点儿！快！皇上！好了！慢着点儿！皇上，别动着！皇上，你慢点儿！皇后娘娘慢点，后娘娘慢点，慢点。皇上驾到！臣刘统勋叩见皇上。朕不是让孙大人跟你说过了吗？见了朕不用下跪，上朝之后脱帽戴跪。皇上，等老臣真的哪天这条腿跪不动了，再免跪吧。爱卿啊，你可是让朕等得好苦啊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你来了之后啊，朕这心里面踏实了很多呀。不过你记住啊，在殿外呢，那是一件寒事；可是上朝之后，你就是朕能信得过的重臣。皇上吩咐之言，孙大人已告知延庆。刘爱卿啊，大老远的给朕带什么来了？臣今日回朝带来了3样东西，一是我自己的那副大棺材，2给朝廷带来了一个饭官，3是给皇上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这番话呀，也只能是在刘统勋的嘴里面，朕才能听得到啊。
延庆，朕记得乾隆元年的时候，正是因为那幅《千里饿殍图》，朕差一点把你扔进这口棺材。可是之后朕知道了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你一直带着这口棺材。你是在借着棺材告诉世人，你把天下的百姓装在你刘统勋的心里，你要为朕忠心忠义地办大事，就算是死，也万死不辞，对吧？皇上，这么多年来，这口大红棺材一直伴随着我。微臣把棺材带回来了，那就是说微臣视死如归。朕要的就是你这句“视死如归”。谢皇上。张大人，听说这刘统勋昨天回来了，你得当回事啊！我也是刚听说。哎，铁大人，他突然回来，不会是别有缘故吧？说的是啊。哦，那大人，哎呀，自古官场啊，就是流水营，此去彼来，彼来此去。单个也好，成双结对也好，只要谁明白了个中道理，谁也就明白了为官之道啊。哼，那大人，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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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统勋嘛。哎呦，太嚣张了！这个人一回朝啊，自此朝堂之上就有好戏看喽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爱卿，皇上，朕不是说过吗？你见朕，不用下跪。谢皇上，等哪天老臣挺不过去了，再免跪吧。张六德，扶着刘爱卿，把你的铁靴子抬起来，让朕看看。放下吧。
朕想听听铁靴子的声音，给朕走2步。好听，朕仿佛又听到了这铁靴子发出的金戈铁马之声。各位爱卿，朕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，好听。皇上是在告诉微臣，沙场之马该如何效力。微臣明白。